咱们这期视频啊，跟大家聊一聊五七炮。五七炮这个阵型是为数不多有外号的布局，叫五七干校。咱们无论从职业赛场或者再看街边下棋，五七炮那都相当的常见呀。为什么说五七炮运用的如此广泛呢？咱们来举一个小例子来说明这件事情。比如说红方当头炮开局，黑方当头炮，红方跳正马，黑方跳正马，红方出直车，黑方拱卒活动自己的马路。此时红方五七炮，黑方五六炮，红方跳边马，黑方跳正马，红方出车。咱们看看红方走了几步棋呢？走了6步棋，大子儿一共就6颗，每一步棋都走了一步大子儿，相当的符合棋理啊。而且现在红方的阵型相当的协调，基本上是子子生根。说这个七炮有什么作用没有啊？那很显然是有作用的，吊住了黑方的3路线。此时此刻，很显然黑方的3路马稍微有一点别扭。比如说黑方拱卒活通自己的马路，那么红方顺势往前一冲，正好是一个借力打力的好棋。就会发现红方的边马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此时黑方往前一冲，那么红方进车巡河，正好是一个先手捉卒。你这个卒往下冲肯定不合适啊，让红方的马顺势就踩上来了。所以黑方上马，那么红方顺势往过一杀。咱们此时看一眼盘面，很显然红方的左翼集结了重兵，身为黑方来说自己受攻啊，肯定当前盘面红方比较满意。咱们刚才呀已经了解了五七炮的基本雏形和七炮的作用，它呢就是吊住黑方的3路线。咱们再来举一个相当常见的例子呀，比如说红方当头炮开局，黑方跳马，红方跳马，黑方出车，红方出车，黑方跳一个曲头屏风马。此时红方往前一冲，变成了中炮进3兵的布局。那么黑方往前一冲，红方跳边马，黑方向3进5，补后自己的中路。那么红方平炮，就走成了一个经典的五七炮进3兵的布局。此时此刻，身为黑方来说，这步上马封车势在必行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比如说现在黑方随便补一手势，让红方继续把车给出来，很显然是对黑方不利的。这边是先手捉炮，黑方没办法，只能车1平2，强行保住自己的炮。那红方可就来劲了呀，我这七炮干啥使的？就是瞄住你的3路马呀。所以顺势往前一冲，对于黑方来说，这步棋走不好，那可就要输啊。比如说黑方上一脚马，那么红方顺势往前一冲，黑方一飞。此时红方进车齐合，又是一个先手，这边可捉着你的马呢，你的马乱跑肯定不行啊，大鼻子可就丢了。所以黑方没办法，再把车平过来，强行守住自己的马。那么红方平炮，又是一个先手。此时咱们看一眼红方的阵型，很显然是子子生根，双车相当的活跃。反观黑方呢，已经让红方破坏的破烂不堪呀，所以当前盘面依然是红方占优势。咱们如果对布局有一个基本的了解，咱们就会知道，面对红方的当头炮，黑方走哪个布局显得特别的结实呢？很显然就是屏风马。屏风马一跳，也就是双正马，2个马看住自己的中卒，显得中路相当的铁呀。此时因为红方架了一个七炮，导致自己的3路马不得不上外马封车，也就是说自己的中路只有1个马看守了。此时就给了红方一丝可乘之机，红方可以顺势上一脚马，准备强行进攻黑方的中路。此时身为黑方来说，可千万别乱走啊。比如说随便拱一步边卒，想把你的边马给置在家里，同时给自己的大出车留下了可能性。但是看似一招两用的好棋，却给以后的棋局留下了伏笔。红方顺势马踩中卒，准备中路强行突破。当时黑方可能就会想啊，我把你的马踩掉，你呢盖我一个大中炮过来，肯定不合适啊。那说补一个势行不行啊？红方顺势往上一踩，那么黑方打过来，红方再继续进车一压。咱们此时看一眼盘面，黑方的无根车炮已经被拉住了，而且以后红方车9平8，这手棋你也拦不住啊。所以当前盘面依然是红方占优势。当黑方想到这儿，让你给我踩了，我的阵型不就瘪了吗？所以我还等什么呀？先把你踩了再说吧。那么红方顺势往前一打，黑方补一个势。现在身为红方来说，当务之急是什么呀？
如果现在轮到黑方走棋了，你肯定把炮往前压呀，那我的车不就不好出来了吗？所以我呢，先把车提起来，压缩黑方的活动空间。黑方半圈了，一个车还没出来呢，所以先把车给出来再说。红方可以把炮平过来，依然拉住你的5根车炮。现在黑方在琢磨什么呀？让你中炮跟这儿架着，我肯定不舒服，所以进车一捉，红方把炮拉回来，黑方打一个顿挫，继续过来捉这个红方的中兵。红方可以踏踏实实选择一步补象。此时咱们再来看一眼盘面，很显然黑方的5根车炮受到了牵制，而且自己的阵型那是相当的舒服呀，以后可以踏踏实实补一个士，然后再把车给出来，黑方任何的反击手段都没有。咱们现在对5七炮有一个大致的了解，5七炮的阵型特点有哪些呀？自己的子力那是相当的活跃，好像攻击力也是不弱呀，而且自己的阵型基本上是子子生根，那是相当的舒服。一般来说呀，3路线或者7路线都是跟马或者跟象是有关系的。那怎么利用5七炮的阵型灵活的特点过来进攻黑方呢？咱们再来举一个小例子，比如说红方当头炮开局，黑方呢走一个猎手炮，红方跳正马，黑方跳边马，红方出直车，黑方出车一看炮，红方走了一个5七炮。当时黑方一琢磨，我不能跳2个大边马吧，所以当时黑方选择了一步跳正马，红方跳边马，黑方出车，红方拱了一步边兵，活通自己的马路。黑方走了一步进车巡河，红方出车对车。现在黑方比较稳妥的走法是什么呀？直接把这个车对了，那就完事儿。那么红方踩回来，当前局面还是比较平稳的。但是，一般业余选手都会选择什么呢？我好不容易把自己的车给出来，我凭什么跟你对啊？所以说，一般都不会对车的。您呀，就放1万个心，当前盘面业余选手10回得有8回都不会对车的。他会这么想：我把车平过来，然后待会儿踏踏实实拱一步边卒，然后再上马打车，双方各攻一边，咱俩谁怕谁呀？论王八拳的事儿，我才不怕你呢。但是此时对于红方来说，就有一定的可乘之机，直接点车下2路，先把你的象腰给扳住，防止你以后飞边象，然后我把炮敲过去，继续炮击底象，那多舒服呀！现在黑方补一个士6进5肯定不行啊，红方往过一打，直接半身不遂，敲着底象的闷弓，你没辙呀。那说黑方补一个士4进5行不行啊？很显然要比补士6进5强得多，但是也是防不住啊。咱们看看到底谁快呀？红方平车一捉，上来让我吃一个大鼻子，肯定你不爽啊，而且吃相还是带浆的，所以黑方没办法，只能飞起来。红方进车巡河，以后准备右车左移，继续进攻。现在黑方肯定害怕了，我这边还没攻势呢，所以赶紧平炮对车。那么红方把车平过来，黑方往前一冲，以后准备继续上马。此时红方平炮率先发难，对于黑方来说肯定不干呀。好家伙，您沉一个底炮，底线直接就开花了，就热闹了。所以赶紧平车一拦，红方上马打车。此时问题可交给了黑方，你这个车不能白让我敲吧，所以没办法，你只能闪开，红方再上马。现在身为黑方，2个问题解决不了了。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红方沉炮；第二个问题就是红方上马踩马。所以说，当前盘面红方已经是胜势了，黑方你来不及了。咱们通过刚才的小例子就会知道，红方5七炮的阵型对黑方的底象穿透力简直是太强了。那说黑方我不上当行不行啊？比如说拱一步卒，我用车保住自己的卒，让你的炮打不过来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身为红方来说，还有没有其他的进攻手段呢？依然是有，可以走一步拱兵，这招棋可是借力打力的好棋。身为黑方来说，你不管肯定不行啊。比如说轮到红方走棋了，把炮往过一敲，上马肯定不行，自己的车丢了。你上这边也是不行啊，还是让红方白白杀掉了，所以底象依然受攻。当黑方想到这儿，当前盘面多数都会走一招什么呀？我把卒往下一冲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此时红方的边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走一步进车巡河，先手捉你的卒。
当时黑方就会琢磨，我的底象怎么有这么多弱点呀，简直是个累赘，所以赶紧把中炮给拆了，以后踏踏实实补一个象。那么红方顺势往过一杀，黑方赶紧选择一步补象。此时红方还是有手段，可以直接退一步炮，准备针对你棋盘的左侧继续发动攻势。当时黑方肯定就会想，我双士补哪个比较合适呢？我如果补一个士6进5，很显然是一个花式象。待会儿你把炮往过一挪，双炮叫着我的闷弓，早晚我这个棋得死在闷弓上，所以这么走的话肯定不合适啊。黑方还别说，有一定的布局基础。既然说你补士6进5不合适，那你补一个士4进5行不行啊？很显然，棋盘的左侧红方已经集结了重兵，也就是说，你将门方向让我红方进攻啊，肯定你也不舒服。此时红方可以直接把炮打过去，那么黑方打过来，红方继续炮击中卒，很显然底线可直接叫着杀呢。黑方没办法，赶紧平类车防守一步。红方沉车一将军，黑方电车，红方继续杀车一将军。现在黑方没办法呀，他只能出老家，继续再上一脚马。咱们此时看一眼盘面，很显然红方车马炮的位置太好了，三子归边。对于黑方来说万难防守啊！当前盘面红方胜势无疑。咱们这期视频啊，了解到武器炮的基本阵型。武器炮碰见对方的屏风马呢，怎么利用自己的七炮来摆脱屏风马的中路防守？咱们后来又了解到武器炮怎么来对付对方的大猎手炮呢？其实啊，要说武器炮要聊的事儿也太多了，咱们留着下期视频再聊吧。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，希望您给我点一关注，以后您就可以看到后续了。非常感谢您。